容词，最高级的叫 paramount， 最高的，还有一个是首长或者是这个头就叫 paramount， 所以这个是它起名字就这么起的。下面 paraphrase 是指用更简单的话来解释那个就是让人不懂的话，叫 paraphrase， 译页嘛，咱们常常翻译的译页和译解，对吧？但正确的翻译就是，比如说咱们上英语课的时候，老师常常说 please paraphrase this sentence， 就是说用更简单的话来解释，叫 paraphrase。parasite 就是坐在旁边的人，那是什么意思？食客、寄生虫。parasite 寄生虫。particle 是这个粒子的意思，就是那种尘埃微粒都可以叫做 particle。下面 pasture 谁都知道是牧场，放牧的牧场叫 pasture。下面再来看 patent 是专利权，谁都知道。pathogen 这个单词大家来看一下 ，path 表示病 ，gen 表示产生，所以这个单词什么意思呢 ？pathogen 什么意思啊？病原体或者是病菌，产生病的东西嘛，叫 pathogen， 是不是 ？gen 表示产生嘛 ，generation 大家还能记得是吧？好 ，patrol 是巡警的意思，巡逻兵、巡警叫做 patrol。这来自这个 part 呢，原意是父亲的意思，谁都知道。那么大家说一家人如果是住在一个野外的地方，那么最后出去巡逻的是谁呢？当然是父亲，所以叫 patrol， 你可以看出来了。下面紧接着就 patron 也是来自父亲 ，patron 是恩人、光顾者、惠顾者，原意是养家活口的人，后来呢引申为一个单位的赞助人或者资助人，比如说有人给你一笔钱到美国去上学，就叫 patron。那么紧接着下面就有了这个就是光顾赞助，这就叫 patronage。那么 patron 在最后考的和 patronage 考的几个意思呢？至少有一半以上考的是光顾商店或者是到商店去买东西的意思，叫 patronage。它变成动词叫 patronize。你想你光顾商店不就是给商店送钱去吗？所以你就是商店的恩人，这就叫 patronize。大家只要记住这个就行。GRE 中这个单词会考得更加复杂，我们今天不讲了。GRE 中还有一个意思就是取真抚救的意思啊，因为你买东西，当然你是大头，所以呢，你取真抚救，你就取真抚救的意思，内在意就是说你看不起别人，我是老大，我给你钱，你给我东西，这叫做 patronize。好，下面 pebble 意思是这个就是小卵石，就是铺路的这个小石块，叫做 pebble。下面 peculiarity 就是特殊性或者是某种东西的特点，还可以指土特产，叫 peculiarity。peculiar 嘛，下面 pendant 的意思是下垂物，这个或者是垂在下面的东西 ，pend P-N-D 表示挂，从床上挂着掉下来的东西啊，有的人挂在汽车东西的呀 ，whatever 就是下垂物叫 pendant。这个下面这个单词不要跟另外一个单词相混，就是强烈爱好，强烈爱好叫做 penchant P-E-N-C-H-A-N-D， 差一点点字母就 penchant 是强烈爱好，托福中也考过了。P-E-N-C-H-A-N-D， 只不过在93年的时候考过一次 penchant 就是强烈爱好，这个要记住。下面再来看这个下面那个单词是 penetrate 的意思是刺穿的意思啊。那么下面的 penetrating 是指人说话等等一针见血的啊，直刺人心嘛，叫做 penetrating。好，下面 peninsula， 我们刚才讲过 insula 是什么意思啊？岛屿，对不对 ？P-N 表示靠近岛屿的东西，所以是半岛，叫做 peninsula 半岛。perceive 意思是察觉到、感觉到 ，sieve 表示接受嘛 ，perceive 就全部接受到，意思是感觉到了某种东西的存在。那么下面 perception 就是人对外界的感觉和洞察力。这个单词是个褒义词，请记住了。比如说 ，He is a man of perception， 就是一个有洞察力的人。perception 的同义词就是我们刚才学到的 insight， 还记得吗 ？insight， 好。记住就行 perception， 这个 perception 不要跟 conception 相混 ，conception 是概念，明白 ？conception 概念 ，perception 是洞察力，搞清楚。下面再来看下一个单词，就是 perch 是指鸟啊，栖息在晚上栖息在那个树枝上，叫做 perch。我们等会还可以看到一个鸟的栖息，叫做 roost，R-O-O-S-T roost。percolate 意思是过滤渗透，它来自什么单词呢？来自名词，就是漏勺。咱们用来捞饺子、捞面条的漏勺怎么说呢？叫 percolator，L-A-T-O-R。percolator， 那么这个 percolate 就是变成动词以后还原成动词，意思是过滤渗透的意思，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意思就这么来的。percussion 来自 cuss 表示震荡的意思，原意是 percussion， 意思是指打鼓以后引起的震动震荡，叫 percussion。percussion 有它的引申义，有震动震荡就会对周围产生影响，所以呢它就有影响的意思，叫 percussion。当然托福考的这一次我记得它就是考的震动震荡的意思。peripheral 来自名词 periphery， 就是把 RL 改成 RY 就行了，意思是圆的周围边缘地带，在圆心外面的周围边缘，所以呢 peripheral 呢就是引申为周围的边缘的，那么再进一步引申就是不重要的或者是无关紧要的意思了，对不对？因为它不是 central 的东西，它跟 central 中心的是反义词。perishable 意思是东西容易腐坏的食品、粮食等等，它来自动词 perish， 就是 P-E-R-I-S-H， 意思是腐坏或者是死亡，叫 perish。好 perishable 粮食，像这个permeate 我们刚才讲过了是渗透的意思，我们刚才已经学过了，不可渗透的叫做 impermeable。perpetuate 来自于
这个 perpetual 就是永恒的、永久的 ，perpetual 就是使什么什么东西变得永恒永久。perpetual 大家可能还会拼，应该是 P-E-R-P-E-T-U-A-L， 它的词根是 P-E-T， 我们刚才讲过的是追求 ，per 表示从头到尾永久追求下去，所以叫它永恒，叫 perpetuate。好 ，perplexing 意思是令人迷惑的、令人不解的。那么大家都知道这个单词 persist 的意思是坚持。特别是坚持做自己做的事情，跟 insist 的意思差不多，但是 persist 通常是指坚持一个比较难做的事情。Anyway， 这个不需要你区别。现在 perspective 意思是原意是指看一幅画的视角，就是看画的角度。spect 表示看嘛 ，per 表示从各个方面看 ，per 表示全部。那么后来引申为人们看问题的角度和看法。比如说咱们常常说写一篇托福作文，你至少要说出你坚持你的态度的2到3个理由，这2到3个理由就叫做 from 3或者是 2 different perspectives。从不同的角度来看，比如说看一个人，你从正面看和从后面看是不一样的，对不对？那么正面看是一个 perspective， 从后面看的又是 another perspective。我们在北大的时候，因为找不到女孩子，所以常常讽刺一些北大的女孩子说背面看看爱死人，正面看看吓死人，这就是2个不同的角度，知道吗 ？Different perspectives， 好，当然实际上不是这样的，实际上哪个女孩子来都可以。perspective， 只不过是男孩子的孤独而已啊。寂寞的星期天嘛，抱着火炉取得温暖，这是咱们新东方副校长徐小平老师写的一首诗，就是因为没有女孩子陪他，所以他到冬天的时候抱着电暖炉啊，这个呢要寻找温暖，结果电暖炉呢又被这个校尉的给没收走了，所以呢就没有了温暖。好，下面再来看这个 pertinent 的意思是这个相关的，2个东西相关的或者是有密切联系的叫 pertinent。好。下面再来个 pest 就是害虫，咱们这个杀虫剂，大家只要平时注意的话，到处都能学到英文，那叫做 pesticide， 对不对？杀虫剂。petal 是花瓣，就是那个花的这个花瓣叫 petal。下面 pigment 跟猪一点关系都没有，它的意思是色素的意思，或者颜色的颜料，色素。比如说冬到秋天树叶变成各种各样的颜色，就是因为这个树叶内在所包含的 pigment 不一样，就是色素不一样，所以呢迎到光线了以后反映出来的颜色就不一样。好 pillow 就是枕头的意思，大家知道除了 pillow 枕头，那么那个还有一个就是柳树，怎么说的？柳树叫 willow， 对不对 ？W-I 叫把 P 改成 W 就变成了这个叫做 willow。好，这个 pine 呢是松树的意思，但是呢，之所以我这放上去，我知道松树大家都认识，这就是因为它这考的动词意思是憔悴、衰退的意思啊。比如说because of hard TOEFL study, everybody is pining， 就是因为托福学习，每个人都憔悴的面黄肌瘦，这叫做 pine。下面 pit 是一个坑、陷阱或者是一个小坑，叫做 pit。好 ，pivotal 就是关键的、枢纽的，我们讲过了。plank 就是厚木板。好，大家还记得我们昨天学过一代叫 chunk， 还记得吗 ？C-H-A-N-K chunk 跟这个 plank 是同义词，是这样，都是厚木板的意思。那么 plastic 呢是灰泥，注意了 ，plastic 容易继承塑料，塑料叫 plastic， 塑料应该是 P-L-A-S-T-I-C。那么 plaster 呢是抹在墙上的灰泥，它的同义词就是我们刚才学过的 mortar。灰泥 M-O-R-T-A-R， 我们刚才学过的 mortar、plaster。好，下面 plate 当然是指盘子，但有了盘子呢，除了盘子呢，还有一个意思就是指这个版图，就是这一个国家不有自己地图的版图吗？这个版图就叫做 plate， 还有是一大块平面的东西也叫做 plate， 所以我给它列在这，主要是后2个意思。作为盘子，谁都知道，你到了美国就要学会端盘子，这样的话可以赚点万块，叫 plate。下面 plates。实际上是多打了一个字，只不过是上面的复数而已。下面再来个 platitude， 也是来自 plat 表示平，平的东西 platitude 那就是平凡、沉浮、平庸，叫 platitude。所以下面就有了它的形容词 platitudinous， 就是指人啊没有创新的、沉浮平庸的。它的反义词叫做 original。所以这个 platitude 还是要记住的。那么 pliable 呢？意思是这个就是柔软的，容易弯曲的，来自 ply，P-L-Y 就是弯曲的意思，所以 pliable 这个单词很容易记，因为你把 P 拿掉 ，liable 本身就是容易怎么样的意思，对不对 ？liable 本身是一个单词，有倾向性的、容易的叫 liable， 所以加上一个 P 不足为奇。下面这个 polite 呢，这个单词的意思呢是人所碰上的困境或者是困苦，叫 polite。比如说你有一段时间没有钱，叫做一钱逼死英雄汉，就是。Nobody can be a hero in polite， 英文就是这么说的，就是在困境中间没有任何人能做英雄啊，因为在困境中间你什么都愿意做嘛，叫做 polite， 所以这个要记住，跟光一点关系都没有。好，下面再来最后一行字叫做 plumbing， 意思是管道系统，特别是供暖管道、供水管道系统，所以大家知道这个管道工托福中间考的最多，叫做 plumber。下面 poisonous 来自 poison 毒，有毒的，这个 polarize 来自 polar 表示极端，北极熊就叫做 polar bear， 对不对？
好 ，polar bear。那么 polarize 呢，就是极端化对什么东西 ？pollen 是花粉的意思，有花粉就引申下面的名词叫 pollination， 把 e 变成 i， 变成了传授花粉。好，在这部中间专门有一篇文章讲了昆虫传授花粉和蜂传授花粉的这个区别，对不对？专门讲的 wind pollination。那么 pollinator 呢是传授花粉的东西，包括人啊、蜂啊等等都可以叫 pollinator。下面 pollutant 意思是污染的意思，那么这是污染。下面再来看这个就是这个 pollutant 实际上最初的原因也是来自花粉，你知道吗？因为花粉不是被风一吹到处都有嘛，那么大家这个鼻子就不通了，不通大家就觉得这个花粉就是过敏嘛，那么后来就慢慢变成了污染物的意思，叫 pollutant。下面再来看 popular tune， 大家能猜出来什么意思吗？流行歌曲。对了 ，tune 是调子嘛，曲调调子叫 popular tune。portable 来自 port， 表示的是港口，但是实际上呢，除了港口意思，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用手拿的意思，叫 port 嘛。所以 portable 意思是可以拿的，可以手提的，比如说手提收音机叫做 portable radio。那么大家看这个 portable， 马上想起另外一个单词，可以饮用的，可以喝，这个水可以被用来喝，只要把 pot 改成 pot 就行了。potable 也读 portable， 但是大家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单词来自 pot。意思是罐子，一罐子水可以喝，叫 portable。下面再来看这个potent 的意思是成为什么什么预兆或者成为什么的前兆，它来自名词 potent， 就是某种东西的预兆或者是前兆 portent potent。所以呢，比如说这块乌云变成了有一场暴风雨的前兆，那么这个用 potent 这个字来造句就很简单了，就是说 the black 这个 cloud potents a storm， 对不对？Potent a storm。下面再来看 portion 是某种东西划分出来的一个部分，叫做 a portion， 或者是药量的一剂药量，叫 a portion of medicine。Positive 是指人态度坚定的、肯定的，它的反义词是 negative。possess 表示拥有 ，possession 表示拥有物。possess 考的很多了。possess 除了拥有的以外，还可以表示指对什么东西入迷和喜欢的意思。比如说fully possessed by something， 你对什么东西完全被占有了，就是很喜欢了。实际上相当于 engaged 的这个时候。Anyway， 你只要记住 possess 表示拥有就行了。那么 possession 是拥有物或者财产。Postal service 谁都知道是邮政服务。那么 post date，post date 大家讲 post date， 我们讲另外一个单就是 antedate， 就是把日期提前写，叫做 antedate antedate。当你给你的朋友回一封信，由于回的日子比较晚了，所以呢，你明明是30号回的信，你写成了15号回信，这叫做 antedate your letter。那么如果说你故意把日期推后写，这叫做 post date， 这就是这个单词。post date。那么下面咱们再来看这个 posthumous。humus 是入土的意思 ，posthumous 就是入土以后，也就是死了以后，意思是遗腹。比如说小孩是丈夫死了以后再生的小孩，就叫遗腹子，遗腹子叫做 posthumous child。好，死后的，好遗腹的叫做 posthumous。下面 potential 是潜在的，或者是人的潜力，作为名词是指人的潜力，作为形容潜在的。比如在商业中间运作的方式之一就是你要在一个地方开一个商店。就要首先做第一个调查，这个调查就是说这个潜在客户调查，就叫 potential buyer。有了潜在客户以后，你才能去考虑，就是说这个店要开在这儿，开在这儿以后，你还要有办法吸引潜在客户，吸引潜在客户来了，还要有办法保留潜在客户，潜在客户来了以后，保留完了以后，最后你还要有办法想办法找到更多的新的客户，这就叫做 potential buyer， 这是商业用语，潜在的或者人的潜力。下面 pottery 意思是这个陶器的总称叫 pottery。下面 poverty 谁都知道是贫困的意思 ，poverty lived in poverty。比如说 prairie 是指美国的这个大草原地带，这个美国的整个的地形图是托福中间考的最多的一种东西，各种各样的这个形状。那么大家都知道，美国的形状实际上整个的形状，它的整个的区域，这是美国东部北美13州，叫做 New England， 一定要记住，读到 New England 就是在这儿。那么New England中间包括了各种各样的 Connecticut、Massachusetts 等等这样的都在这儿。那么这个呢是佛罗里达地区，是后来出现的。那么到这个地方的这个中间这个是 Mississippi River， 在 Mississippi River 到这个地方之间都是 Rocky Mountain。Rocky Mountain 其实伸展到这儿就差不多了，主要在加拿大地区。但是呢，在 Rocky Mountain 边上还有一座山是一直伸展到墨西哥的，是火山强力爆发地区的一座山，叫做 Cascade Mountain，CASCAD， 在图谱中也老出现 Cascade Mountain。那么在这个中间呢，就是这个包括这个美国黄石公园所在地，这个 Yellowstone Park 等等这一片蒙塔纳整个一个州就叫做这个，一直到下再到延伸到加拿大的 Alberta 这样的阿尔伯塔省，这一整片地区就叫做 Prairie 地区。Prairie 地区，你在上面开汽车的时候，你往两边看是一望无际的这个大草原。这个草原呢，它也不全是平的，但是它有微动的起伏，所以你远远看去就像一片海洋一样，就是整个的一望无际的。所以呢，这个蒙塔纳州它有一个笔号，就叫做 Great Sky， 就是你在这个州上开车的时候啊，你看到的天空是全世界最大的天空。
这叫 Great Sky。我在这个大草原上开，沿着这个阿尔伯塔到蒙塔纳再到耶路撒冷的高速公路开，我开了整整5个小时，没碰上一辆汽车。然后呢，两面全是一望无际的草原和牛群、羊群和马群。所以美国这个得天独厚的这个东西啊，对咱们来说就是中国人民之所以艰苦。我发现中国人的个性很坚强。我常常打个比喻，就是中国人好像是在岩石上生出来的一棵树，这个树怎么长的也没法长成参天大树，但是呢，它却牢牢的、慢慢的、不断的把根往下的砸，最后这个树干呢变成了特别硬的一种树干。所以中国的树你怎么用斧头剁进去都剁不进去，有的时候就它的树干太硬了。在美国呢，因为自然条件太好，所以美国的树长得又大又粗。美国的这个在西海岸地区托付中间常考的这个 redwood tree， 就是红木树，它那个树要几十个人才能围抱起来，它这个汽车可以从树中间开过去。这个美国人故意把这个马路啊造在这个树中间，把这个树呢中间挖空了，让两边支开，完了2辆汽车有的时候可以在树中间交叉而过。它的树就粗到这么大，所以呢 anyway 这就是美国得天独厚的地方。那么所以美国人并不是真正的就是说他的奋斗精神到底有多么的厉害，只不过是他这个自然环境首先就比中国好，其次呢他这个确实就是说那种就是想要把事情就是说做得比别人更好的有一股劲，就是眼睛望着未来的这种感觉，比咱们中国眼睛看后面的这种感觉要好得多。好，那么咱们再来看，这就是 prairie 大草原地区。好，那么这个单词的记法呢，你可以看出来中间有一个单词就是 AIA 空气，对不对？大家稍微想一下，在这种地方的空气呢是无比的好。prairie 下面这个 precarious 意思来自 care 表示关心， pre 预先关心呢当然就是什么呀，就是有危险的或者需要小心的，叫 precarious。 好，需要小心的或者是危险的。 proceed 就是优先于什么什么或者走在什么前面，意思是 CED 表示走词根，那么加上 pre 在前面走。precipitate 的意思是就是这个东西啊对什么东西进行加速促进什么东西的发展 precipitate。 还有一个呢是急速的这个掉下来的意思 precipitate， 所以像马上就有了下面的这个动词 precipitation 是指天上的降雨降雪量啊，降雨量降雪量叫做 precipitation。好，下面这个 precursor 意思是先驱人物，那么来自 curse CURS 表示跑，就是 precursor 就是跑在前面的人。下面再来个 predator， 我们讲过了是食肉动物 predator。 大家还记得我们讲过的一个名词叫做 depredation， 还记得吗？ depredation 就是这个毁坏掠夺的意思，昨天刚讲过。下面 predatory 意思是食肉动物的。predecessor 谁都知道了，就是这个走在前面的人嘛，就是先驱者或者先行者啊，在语法上叫做先行词，也叫做 predecessor。下面 predominantly 就是占优势地位的，占压倒地位的，它的同义词就是我们刚才学过的 overwhelmingly。那么再来看下面这个 predominate 就是占优势地位的，怎么样？占支配控制权，叫做 predominate 作为动词用。preeminent 的意思极其优秀的杰出的意思，其实 eminent 本身就是优秀杰出的意思，就是 EMINENT 本身就是杰出优秀的意思，加上了一个 pre 比杰出的还在前面，就是极其优秀的意思了，叫 preeminent。下面 prefabricated 就是预先制造好的， fabricate 是制造嘛，它来自 fabric 表示纺织品，我们讲过了。那么大家知道在中国特别是70年代到80年代造的一些这个北京的居民楼啊，都是用预制板拼凑起来的，对不对？这个预制板就是预制好的水泥板拼上去的房子，这就叫做 prefabricated building， 就是预先造好的房子 prefabricated building。 下面 prehistoric 就是史前时期的，就是还没有历史的时候。 preponderance 是意思是占优势地位，尤其在重量上占优势地位。大家都知道中间有个单词叫 ponder本身就是一个单词，意思是重量或者是思考。那么有一个形容词叫 ponderous， 意思是这个笨重的，所以 preponderance 你就要记住就是在重量上占优势地位。比如说你200斤我100斤，我跟你打架，结果你用身体一压就把我压倒了，这就叫 you have preponderance over me。 下面 prerequisite 意思是它这个 requisite 就是来自 require 这个字，对不对？要求。那么 pre 呢预先就要提出要求，意思是先决条件，对不对？ prerequisite 比如说你申请美国大学的所有的任何一所大学，先决条件就是要有托福GRE成绩，这是不可逃避的。那么这个托福GRE成绩就变成了大家的 prerequisite， 不管你考多少都要有这么一个成绩。但是大家不要太恐慌，我建议大家就是你托福只要考过580 GRE 只要考过1080，你就可以开始联系了。瞎猫撞死耗子，常常这样的人能撞上好多奖学金。新东方的统计数据表明，就是说实际上每年出去的这个就是拿奖学金的学生，有一半学生是托福在600分左右，GRE在2000分以下的，只有另外一半人呢是必然是在就是2000分以上和600分以上的。但是呢往上面分数的人谁都知道是进的相对来说比较好的学校，那么往下面的分数呢相对来说进的一般的这样的学校。但是我到了哈佛大学发现居然有GRE只有1900就在哈佛大学读书的大陆学生，而且还不止一个。
这就表明了，就是说，实际上对面的大学只要有你一个成绩就行了。而且我也知道，美国不少大学教授现在已经不太愿意，就是说光凭托福加 GRE 成绩来评判中国学生，因为他觉得这种评判，因为经过大量的培训他们知道中国学生已经变成了全世界最会考试的人，就这种感觉。所以他还从别的方面来看，比如说我碰到的那个学生，就是因为他大学毕业以后，在一个实验室做了3年实验，他把3年实验中间每天的实验报告都积累起来了。最后他就把这些实验报告一股脑一箱子就全部寄到教授那儿去了。教授一看，哇，这个学生那么认真，赶快回来再帮我做3年实验，结果就要他了，就到哈佛大学去了。所以有的时候靠你平时一点点的积累，给人带来一种更好的感觉，而不仅仅靠你一个分数。新东方有这个2370分连续了2年都没联系成的例子，就是因为这个他没有别的东西，就有考试成绩，所以他就没有办法。好，当然后来还是走了，后来去了这个芝加哥大学，还是很好的大学。好，下面再来看这个 presence， 意思是出现或者是出席，在一个地方出现了就是 at your presence， 就是当着你的面。那么 the presence of a meeting 就是出现在一个大会上。大家知道它的动词或者是形容叫 present， 对不对？比如说 you have to present yourself， 你必须表现自己。美国大学有一个所有的课程都有一个词叫做 presentation， 大家都知道对不对？ presentation 职业就叫做表现自己课。什么叫表现自己课呢？就是说我在班内把你从中间抓出来，你就在上面就来讲。就来喊，看看你到底喊得过别人还是喊不过别人，这叫做 presentation。这就把美国人练成了每个人都是口才非常的好。其实在美国很少碰到结巴的人物，或者是不会说话的人物，但是在中国就不行，因为美国从小教小孩，他就开始教小孩怎么说。这个小孩，幼儿园的小孩5岁，完了每个礼拜都要带一本故事书，完了呢把这本故事书呢讲给别的幼儿园的小孩听。完了呢，这样呢，他就是一种已经从小就开始培养小孩的 presentation 的能力，所以最后讲话能力就会越来越强。这就是 presentation present yourself。 下面这个 preservation 意思是保存保留，对于这个古建筑以及这个自然风光的preservation。 好，叫不上就美国有这个 preservation area， 就是指印第安人的保留地，有的时候。那么 preservative 呢，意思是就是保存好的，保留好的。好，下面再来看 preside over， 就是主持什么什么或者作为什么什么的主席而存在。这个 preside 大家都可以看来自 president， 对不对？就是总统主席嘛，所以 preside 就是坐在主席台上的意思。prestige 意思是名声声望，在一个地方创造的名声声望。一个人有很高的名声叫 high prestige， 有很低的声望呢叫做 low prestige。 pretension 意思是自负、自以为是，叫 pretension， 或者装模作样了故作姿态、装模作样，自己觉得自己很有学问的那种样子，这样的状态全叫做 pretension。prevail 意思是流行普遍，下面 prevailing 这位形容词就是到处都有的、流行普遍的 prevailing。好 prey 意思是被捕食动物，大家可以马上记得上面的 predator 意思是捕食动物。下面 primal 意思是最初的、第一的 primal 是或者是最主要的。The first primal 这个比如说 primal education 就是小学教育、幼儿教育， primarily 是主要的意思，作为副词讲。好，下面再翻到第10页。这些的第一道题目 primate 呢，作为名词大家都知道它是灵长类动物，就是来自 prime 主要的动物就是 primate 灵长类动物，猴子、人等等。那么 primate 其实也可以作为形容词，意思也是主要的意思，就是 primate 都来自这个词根 prime P-R-I-M 就是主要。下面那个 prime 那个字作为形容词又是主要的意思，但是呢它托福中间考过的这一次作为名词用的，作为名词你知道什么意思吗？意思是某种东西发展的 heyday， 就是全盛时期。全盛有2个说法，一个叫 prime， 还有一个叫 heyday， 就是 H-E-Y-D-A-Y 吧，我记得是 heyday 还是 H-A-Y-D-A-Y， anyway 大家会 H-E 应该是，因为 H-A 就变成了甘草的意思了。我之所以记混，应该就是我老把它记成是3甘草的日子，因为3甘草的日子就是阳光菜了，所以叫heyday全盛时期。实际上应该是 H-E-Y-D-A-Y 才对 anyway。大家自己再回去查一下。那么 primitive 就是原始的，也是来自 prime 是最初的嘛，最初的主要的是原始的东西叫 primitive。下面 priority 意思是这个优先权，对不对？比如说你买东西做事情有 priority 优先权。你到美国以后，如果老坐飞机，所有的航空公司就会给你发一张卡，如果你的卡变成了金卡或者是 club member， 那么他就会在行李上你托运的任何行李上给你系上一个红条，这个红条上写的这个字叫 priority。那么你这个飞机飞到目的地以后，你的箱子是第一个被拎出来的，完了以后呢，你就可以拎着箱子就走了，否则你在那等半小时，等这个行李慢慢出来，这就叫做 priority service。
好，下面 privilege 意思是这个个人的特权，这个单词很好记，来自 priv 表示个人嘛，大家还记得 private 对不对？那么 leg 是法律的意思，大家可能还记得 legal 这个字，对不对？ privilege 是有着个人的法律，你想呢，当然是很有特权了，所以叫做 privilege。下面 probe 是探索或者是调查，咱们中央电视台有一个节目叫做新闻调查，每星期五晚上9点播出，这个新闻调查的英文名字就叫做 News Probe。 实际上这个翻译不是很正确，但它 anyway 它已经这样翻了， News 应该叫 News Inspection 更好一点似乎。好 proceed 意思是向前进，叫 proceed 还有加工的意思，所以下面就有了它的动词另外一个字叫 process 作为名词是过程，作为动词是加工，托福中考加工更多，这个加工粮食 processed grain。 proceed 请记住了，还可以作为名词来用，尤其考在工商管理中间，这个讲商业的文章 proceed 加 s 就变成了收入的意思，现金收入叫 proceed， 通常叫做 cash proceeds。下面像 proclaim 是宣告声称，叫 proclaim， 凡是一 claim 前面加上一个 pro 也好，这个 ex 也好，都是喊出来或者是表示声称宣告的意思。 proclivity 是指人的倾向癖好， cliv 表示倾斜， pro 是提前，你想你如果提前就倾斜好了，不就是有倾向癖好吗？下面再来看 pro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prod 原来是指刺绣用的一个很长的一根针，叫做 prod。 那么大家马上可以猜出来这个词组的意思了， prod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 就是怎么样，就是刺激别人去干某事啊。这个 prod 的同义词相当于我们学过的 spur spur 原来是踢马屁股用的踢马刺，那么踢马刺又变成了刺激人干活，叫做 spur somebody to do something。下面 prodigious 意思是巨大的啊 ，prodigious 除了巨大的还可以翻译成挥霍的、浪费的意思。挥霍的、浪费的还有另外一个拼法叫 prodigal prodigal。当然这个字托福没考过，不用管了。但是 prodigious 意思是巨大的，特别是指东西巨大，这个无边，或者是用钱用东西就是大而无当的这个感觉 prodigious。现在 prodigy 就跟巨大没关系了，它是指奇才或者是天才人物，它是指那种奇人，有着某种特异功能或者是有着某种不平凡经历的人，叫做 prodigy。 所以呢，在托福中考过的神童就是儿童天才，怎么说呢？就叫做 child prodigy 就是神童。下面 produce 作为动词，作为生产讲谁都知道，但是作为名词考的还远远不止2次。实际上它的意思是农副产品，专门是指地里长出来的不需要人加工的产品，这叫做 produce。 那么大家马上知道它的工业产品怎么说，叫做 product， 只要是人做出来的产品就叫 product， 不用人做的叫 produce。 下面 proficiency 意思是精通熟练，大家从这个单词马上可以想到 professor。好 ，professor 当然就 proficiency 嘛，它实际上来自 fake 表示做，就是做得很完美、做得很好的意思，叫 proficiency。下面 profile 是某种东西的轮廓外形。那么这个在英语口语中常有一句话，就是如果做一个公司做很少的宣传，就叫做 low profile； 做很强大的宣传叫做 high profile。大家可以看出来，就是这个内在含义就是一个是把这个公司形象不断的扩大，一个是把公司形象缩小，所以叫 low profile 和 high profile。比如说新东方的政策之一就是坚持低调的 profile， 就是不搞任何大量的宣传，那么这叫做 low profile。那么就是不上报纸不上电视，除非万不得已，这叫 low profile。 那么 profile anyway 就是轮廓外形，它原来是指某种东西的轮廓外形，这就是一个概念，大家记住了。下面 prohibitive 这个单词呢来自 prohibit 表示禁止的意思，但是呢这实际上跟禁止一点关系都没有了，它的意思是指价钱昂贵到了让人望而却步的，就是价钱高到让你一看就不敢买的地步，叫 prohibitive。 比如说在燕山上流传这么一个故事，一个大款去给自己的一个什么人买一个手表，比如说小米什么的，完了以后呢，这个手表呢是这个16万8千块钱这个手表，那么看了以后呢，这个大款就想买了，这个服务员小姐就说，哎，这个既然想买，那么就便宜点，16万块钱就行了，就说便宜8千块钱。这个大款死活就不肯便宜，说千万别便宜，因为我就要16万8。这个小姐就说为什么呢？那么这个大款就说，哎，那是16万8一路发嘛，图一个吉利的数字。那么我在边上就想，为什么不买1块6毛8的东西？这不也是一路发吗？对不对？那么这个东西呢，就是叫做这个价钱昂贵到了什么地步呢？叫做 prohibitive 的地步，就是昂贵到了让你一想自己都不值那么多钱，这就叫 prohibitive 了。这个时候，好，下面再来看下面这个 proliferation， 意思是大量的繁殖和增加，叫 proliferation。大家马上可以看出来，这个单词很简单的，就是中间一个 life 嘛，对不对？生命proliferation 就是生命多多益善。好 ，prolific 意思是作家多产的，或者是
这个作家这个或者是指粮食等等多彩的也可以叫 prolific， 其实跟上面 proliferation 是同一个词根。下面 prominence 意思是显著地位或者是突出 ，prominent 命表示突出的意思，所以我们刚才学到了 preeminent 什么的都是同一个词根，命表示突出来。下面 prominent 也是指显著突出的意思 ，a prominent person 就是很有名望很显著的人。promising 是指有希望的或者是有前途的，比如说 promising young man。promote 就是推动促动，同时呢对商品等等的宣传也叫做 promote， 所以那种商品的宣传活动叫做 promotion activity。promote 下面 pronounce 的意思是，注意了，这个本来是发音的意思，对不对？但是呢，请记住这个绝对不是发音的意思，加上 ed 以后变成形容词，它的意思是显著的、明显的，一定要记住，显著的、明显的 pronounced 跟发音没有关系了。proper 意思是恰当的、得体的 ，property 跟恰当得体没关系，是指财产、个人的财产。但是呢，托福中间其实不是考财产的意思，只要看到 property 加了复数，就是指某种东西的特性或者是本质。好，比如说 the properties of the insects 就是昆虫的特性是什么什么，所以一定要记住了，它有特性、本质的意思，跟财产就没关了。而这是托福中考的最多的，6次中5次考的是这个意思。下面 proponent 的意思是某种东西的组成部分了。这个 proponent， 下面这个 proponent 不是组成的意思，支持者 ，sorry 讲错了 ，opponent 是组成的意思，那个，所以单词多了有的时候容易混。那个，那么 opponent 是反对的意思 ，opponent 是反对意思 ，pro 表示向前面，就是支持 proponent 支持者、拥护者。要记住，那么 proportion 是比例、成分，某种东西的成比例。比如说一个东西如果成了比例，叫做 proportionate。我记得咱们昨天讲过了一个不成比例的，叫做 disproportionate， 不成比例。好 ，proprietorship， 大家看这个 proprietor 是来自 property， 就是财产，财产加上 or 就是对于财产的拥有者，叫做 proprietor， 加上 ship 就变成了拥有权，或者是对财产的所有权，叫做 proprietorship， 拥有权或者是所有权。下面再来看这个 propulsion， 意思是推进、往前推动，来自 puls 表示推 ，pro 向前推，所以推动、推进的意思。prospect 的意思是前景、往前看，通常加复数 prospects。bright prospects 就是有很光明的前景了。prosper 意思是蓬勃发展的意思，来自词根 spr 表示希望 ，pro 表示前面，就是希望就在前面，所以叫做 prosper。那么下面 prosperity 意思是这个一个单位的兴旺、发达、繁荣，叫做 prosperity。那么 prosperous 是它的形容词，所以大家一下学到了3个单词，而且总共加起来考了5次，所以很多。protectionist 的意思是贸易保护主义者，来自 protect 意思是保护。比如说美国有一些贸易保护主义者要求不让中国进入 WTO， 那么他是出于对自己民族这个产业的保护，叫做 protectionist。下面的 protein 是蛋白质的意思，大豆是全世界最便宜的蛋白质的来源，叫做 protein。下面 prototype 意思是某种原始的典型和最初的那个原型。比如说你要造一样东西，那么就要把这个东西的最初的形状先造出来，这个叫做 prototype。下面 protruding 就是往前突出的，比如说某种东西突出来一块，或者是这个比如说竹竿往前伸一截，或者是这个树上的节把往前突出来一块，这叫做 protruding。好 ，provincialism 大家马上可以看这个单词是意思是地方保护主义或者是地方主义，来自 province 就是一个省啊，那么 provincial 就是省的。这个单词还有另外一个意思是心胸狭窄的意思，因为就从地方眼光看事情嘛，叫做 provincialism。下面 provocative 意思是就是刺激性的，或者是就是激起人的愤怒的，但是呢，主要的意思实际上就是指刺激出人的那种做事情的那种情绪来，叫 provocative。比如说，如果你听人一起讲话，这个讲话能够激动的你马上就想干事情，那么这个讲话 the speech is provocative 就叫做 the speech is provocative。它来自动词 provoke 就是激怒、恼怒的意思 ，provoke provoke。prudent 的意思是谨慎的、小心的。如果你把 nt 拿掉的话，它意思是那种非常谨慎小心的人，过分拘泥于礼节的人叫做 prude， 所以加上了 nt 就变成了谨慎小心的意思了。pry open 就是把东西给撬开比如说东西闭上了，把东西给撬开。那么紧接着就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拼命打听别人的秘密了，撬开别人的嘴巴嘛，叫做 pry open。publicize 对什么东西做公开的宣传，叫做 publicize。下面这个单词 pueblo 是专门指印第安人的称召，这个是个西班牙词只不过因为西班牙其实比美国还要更早的进入这个北美、南美嘛，所以呢，他把这个大房子印第安人住的叫做 pueblo。
anyway 这个单词稍微看一下就知道了。punch 有几个意思，一个是给某人打一拳头叫做 punch 还有一个意思呢是指在票上，在火车票上等等打孔叫做 punch， 这个考的就是打孔的意思。在美国人的口语中间 punch 还有另外一个意思就是指混合饮料比如说把这个各种各样果汁倒在一起，那么就是 a punch。下面 puncture 意思是把东西给刺穿，刺出一个洞来叫做 puncture。那么下面这个 purification 就是纯化的意思，来自 pure 表示纯粹。下面再来 pyramid 是这个金字塔，这个不用讲了，谁都知道。这个 quaint 我们昨天已经讲过了，就是古怪的或者是古怪而新奇的。我跟大家说把这个 Q 看成 G 就变成了怪的拼音。好，下面 qualification 意思是能做事情的资格、合格。比如说 you have enough qualifications to be a secretary， 那就变成了有资格当秘书 qualifications。 quarry 这个字有两层意思，一个是采石场，这就是托福考过的意思 quarry， 采石场嘛，石头要在山上采，山上有采石场。还有一个意思是猎物，动物所追踪的猎物，打猎的时候追踪的猎物叫做 quarry。 下面再来看这个quench 是把火等等给熄灭，或者是把人的情绪活动给镇压下去，叫做 quench。 下面 quest 意思是这个请求，这个或者是这个询问的意思，主要是询问责问的意思。大家这个单词很好记，你把它补充全了就变成了 question， 对不对？变成了问题的意思，所以它有询问责问的意思了。那么 quiescent 意思是这个安静的平静的，大家可以看出来这个单词来自 quiet 平静，加上形容词后缀 escent E-S-C-E-N-T 是一个后缀。 quilt 大家谁都知道是这个被子的意思，对不对？我看看是不是应该是被子的意思吧。 quilt 我主要想起来另外一个单词鹌鹑，鹌鹑鸟应该是 quail， 应该是 Q-U-A-I-L， 那是鹌鹑一种鸟嘛， Q-U-A-I-L quail。下面 radar 大家都知道，雷达 radiation 就是放射或者是热等等的散发，比如说咱们这个暖气片散发出来的热叫做 radiation of heat， 也叫做散发放热的意思。 radical 是激进的猛然的，比如说激进的态度 radical attitude。 radius 是圆的半径，我们已经学过了，圆的直径叫做 diameter， 对不对？下面 raft 是在河中间漂流的筏子或者是木筏，叫做 raft。 ragtime 是黑人的拉克塔姆音乐，这个是一个就是说反正是黑人的一种音乐，你就记住了，因为它老考在阅读理解中间，在语法中间老出现这个字 ragtime。 因为黑人嘛，他有一个音乐天才，在美国的现行流行的最流行的这种音乐都是黑人创造出来的，实际上包括这个 disco 等等音乐。anyway， 所以黑人的音乐天才是最强大的 ragtime。 下面这个 rally 大家马上记住，有拉力赛，对不对？汽车拉力赛就是这个字 rally。 它原意是什么呢？就是把东西重新集合起来，或者是重新恢复精力。这个单词是两个字的合并，就是 rally 什么 ally 就是联盟结合，对不对？呢实际上就是 RE， 就是重新结合，所以是重新聚集、恢复精力。汽车拉力赛都叫做 rally， 就是来自这个 rampant， 意思是猖獗的猖獗的，或者是植物到处漫生，这个等等活动等等非常猖獗的状态那么 rampant 叫做。下面 rancher 来自 ranch I-N-C-H， ranch 原来是指就是我刚才讲的大草原上的牧场，就叫做 ranch。好，现在在牧场上的工人或者是牧场老板都叫做 rancher。 大家可以看出来，下面这个 ranching 就是牧场放牧的意思，叫做 ranching， 加了 ing， 所以它来自这个 ranch。 下面这个到现在美国还有这样的大的 ranch， 我曾经去过一个美国的专门养那个美国的 buffalo 的这个 ranch。因为美国 buffalo 不是都被杀光了吗？所以呢，由于 buffalo 的肉实际上比那个一般的这个 beef 要好吃得多，所以 buffalo 的肉呢卖的比较贵。但是呢，由于这个牛呢濒临绝种，所以呢，这样的就是有大量的这个养牛的这个牧场，这叫做 buffalo ranch， 来这个饲养这样的这个 buffalo。那么每年都能就说就是去卖肉或者是去卖这个小牛这样可以赚不少钱。那个牧场大的这个无边无际，他要开着汽车每天都到这个牧场去转，才能点出自己有多少头牛来。常常这个叫 rancher。 下面再来看 range 是做事情的范围，叫 range， 或者是这个范畴范围了，叫 range。 但是 range 考名词的时候尽管有，但是呢它下面考这个词组的时候也多，就是 range from something to something， 就是从什么到什么不等。比如说这个咱们州的年龄从40岁到20岁，20岁到40岁叫 range from 20 years old to 40 years old， 叫做 range from。 ratify 意思是这个是什么变得很稀少很稀薄，比如说空气变得很稀薄也叫做 ratify， 它来自形容词 rare。 下面 ration 是指定量分配，特别是比如说粮食上的定量分配叫做 ration。 大家都知道在任何时期，特别是困难时期、战争时期，那么对各种物资供应都要进行定量分配叫做 ration。
好，下面看 rattlesnake， 谁都知道是响尾蛇。raven 原意是乌鸦的意思，那么作为动词考意思是掠夺的意思，因为乌鸦嘛吃不饱的动物，所以它有掠夺的意思，叫做 raven。那么 readjust 这个单词特别容易说 readjust， 但是呢它是 adjust 就调整，我们讲过了，加上 re 重新调整叫做 readjust。下面 realm 意思是领土、领域、范围的意思。realm 这个单词呢倒好记，就是前面是 real 嘛，真正的 aim 就是真正的领土，就是自己的范围范畴。下面 rare 本来是作为形容词在后边的，对不对？或者落后的叫 rare， 但是它实际上的意思呢是在这作为动词考意思是养育或者是抚育的意思。rare animals rare child 就是养动物养孩子。下面 rebellion 意思是反叛，来自 rebel rebel 表示反叛的意思。叛徒叛国者都叫做 rebellion。下面 receptacle 大家可以看来自 receipt 就是接受， recept 也是接受的意思，所以 receptacle 意思是容器。容器嘛，用来接受东西的东西，也就是 receptacle，acle 结尾表示东西。下面这个 receptor 是神经的那个神经接收末梢，或者是神经的接收的那个神经接收细胞，叫做 receptor。所以这个跟上面的 recept 可以连起来记，都是接受的意思。下面这个单词叫做 recipe，recipe 意思是菜谱，对不对？食谱菜谱叫做 recipe。下面 recipient 的意思是接受的人，或者是接受到某种东西的好处的人，比如说诺贝尔奖金的接受的就叫做 recipient of Nobel Prize。recipient 也是上面来自 receive 嘛，就是接受的意思。下面 recognize 意思是这个承认或者是认出来，这个东西你原来见过一次，后来又认出来了，就是重新见了，认出这是谁 recognize somebody。 比如说在大马路上我认出来，我说这是我们班的一个学生，我就等于是 recognized 有，通常表示要见过一次重新认出来 recognize。 但是 recognize 还有另外一个就是得到社会的承认，叫 recognize。 比如说 you are recognized by the society， 就是整个社会都承认你，也就是整个社会都能认出你来嘛，实际上就是好。 reconstruct 是重新建造，这个很简单，重建。 reconstruction 重建改造，像咱们中国老城区的重建改造都叫做 reconstruction。好 recreation 意思是这个娱乐的意思，娱乐或者是恢复身体健康的活动都可以叫做 recreation。 这个字很好记，就是来自 creation， 叫做 rectangle 意思是矩形正方形，方形的东西叫 rectangle， 来自 rect 表示直嘛，就是直角的东西，角是直的，实际上它就是直角，这个字直也就是直角的正方形或者是矩形，叫做 rectangle。 rectangular 就是矩形形状的或者是方形的。 recycle 意思是废物旧东西的回收 recycle。 redirect 这个单词不要翻译成重新指导，它的意思是重新修改，重新把信重新投寄到那种就是说改变了地址的这个地方叫 redirect， 或者是还可以指重新改变方向，或者重新投寄一封新的地址的信叫 redirect。 好，那么这个字呢很好记，就是说比如说你到美国租了一个房子，过了2个月呢你搬家要搬到另外一个房子，但是呢你的朋友写信来的话一定要寄到旧房子里去，那么你只要在门上贴一个条就行了，这个条上写的 Please redirect my letter to the following address， 就是说请转寄我的信到如下地址，那么你下面把这个地址写上，那么这个邮递员看到这个你不带走了，那么就会重新给你抄上新的地址，把这个信重新给你转寄出去，或者重新给你送到别的地方，它就叫 redirect 重寄信件。现在这个 reed 就是芦苇荡的这个芦苇，芦苇有芦苇的意思，还可以变成这个芦笛，芦笛就是一种用来吹音乐的这个笛子，对不对？那通常的笛子叫做 flute flute。下面 refine 就是提炼的意思，提炼或者是这个把东西进行精炼，所以炼油厂大家都知道 refinery， 对不对？在这个后面加上一个 ry 就变成了炼油厂的意思。 refinement 本身也是提炼的意思。 reflection 反射光线反射回来叫 reflection， 表示射的意思嘛，歪曲的意思。那么 reflection 除了反射还有一个意思是人的思考，因为你把你的思想反射回来进行思考，这叫 reflection。 下面这个 reflection 意思是折射， reflect 表示断，稍微想想，如果折射的话呢，这个线到比如说光线到了水中间，这个光线就好像是折过来了，好像歪掉了，好像断掉了，这就叫做 reflection。这两个单词连在一起记。下面 refreshing 意思是令人头脑清醒的，比如说咱们说一些饮料，你说 Coca-Cola is refreshing， 对不对？好，下面 refreshment 就是指给人带来头脑清醒的饮料通常是指非酒精饮料，像这个红牛什么等等 whatever 就那些东西了，叫 refreshments。好，下面 refrigerate 意思是这个重新就是冷冻冰冻。大家这个单词马上想起来，如果把 e 改成 or 就变成了冰箱，对不对？ refrigerator 就是冰箱的意思。
下面 regenerate 意思是 gena 表示产生嘛，我们讲过了，重新产生，所以是比如说犯罪分子的改造叫 regenerate， 如果你悔过自新叫 regenerate， 如果你重新获得新生叫做 regenerate。比如说解放以后，咱们说好多大资本家被共产党获得了新生，这就是 regenerated by Communist Party。下面 regime